阿牛的舅母莲花要在全村人面前扒光他的衣裳。这话像一阵带着冰碴子的妖风，一夜之间就刮遍了整个王家村。村东头的井边，村西头的磨坊、田埂上、饭桌旁，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压低了嗓子，神神秘秘地议论着这对伤风败俗的生旧。阿牛是个苦命的孩子，爹娘走得早，是叔叔王大把他拉扯大的。王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娶上媳妇，快40岁的时候才托人从外村说来了莲花。莲花嫁过来的时候，阿牛已经是个半大小伙子了。他第一次见这个舅母，心里就咯噔一下。莲花太好看了，皮肤白得像刚剥开的嫩笋，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走起路来腰肢一扭一扭的，像风里的杨柳。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嫁给土里土气、老实的有些窝囊的叔叔？村里人也犯嘀咕，都说王大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可好日子没过多久，王大就死了，死得蹊跷。前一天还在田里跟阿牛说，等秋收了就给阿牛也说一门亲事。第二天早上，莲花就哭着喊着说当家的不行了。村里的赤脚郎中来看了看，摇摇头，说是突发的心悸，没救了。王大就这么被草草埋了，留下一个年轻貌美的寡妇和一个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守着3间破茅草屋。从那以后，村里的风言风语就没断过。你们瞧见没？莲花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阿牛身上。在井边打水的黎神撇着嘴，悄声对旁边洗衣裳的张嫂说：可不是嘛，前儿个我路过他家门口，大半夜的还瞧见莲花给阿牛送夜宵呢。一碗热腾腾的面，那叫一个亲热。张嫂说的活灵活现，好像亲眼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场面。一个新寡妇，一个大小伙子，干柴烈火的，能不出事？流言像野草一样疯长。起初阿牛还想跟人辩解几句，可他说一句，别人就有10句等着他。他说舅母是可怜他，给他做点好吃的，别人就笑他傻，说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说舅母只是关心他，别人就说那是寡妇门前是非多。渐渐的，阿牛也不说话了，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手里的活计干得更卖力。他想，只要自己行得正，做得端，时间长了，谣言自然就散了。但他想错了，莲花不但没有避嫌，反而变本加厉。他会当着邻居的面给阿牛擦汗，手指头有意无意地划过他古铜色的脖颈。他会大声地喊阿牛回家吃饭，声音里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娇嗔。他甚至在阿牛下地干活时给他送水，那水瓢递到阿牛嘴边，身子几乎要贴在阿牛身上。阿牛窘得满脸通红，想躲开，可莲花的手就有那么大的力气，死死地按着他，非让他喝完不可。周围田里干活的人都停下来，指指点点，发出暧昧的哄笑。阿牛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他不懂，温柔贤惠的舅母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个在他叔叔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那个深夜里默默缝补他破旧衣裳的女人，怎么会变得如此放荡，如此不知廉耻？他几次想开口问个明白，可一看到莲花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话就堵在了喉咙里。那双眼睛里有哀伤，有决绝，还有一种他看不懂的催促。终于，事情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村里最德高望重的张大户出面了。张大户是村里最有钱的人，田产最多，说话也最有分量。他捋着自己的山羊胡，一脸痛心疾首地对村民们说，王家村素来民风淳朴，绝不能容忍此等败坏门风之事。王大尸骨未寒，
他的婆娘就勾搭上了自己的外甥，这成何体统？我们必须给王大一个交代，给王家村一个交代。在张大户的煽动下，村里的几个长者决定要开祠堂，审问莲花和阿牛。如果罪名坐实，就要把他们进猪笼，扔到村外的河里去。审问那天，祠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莲花和阿牛跪在堂前，周围全是鄙夷和愤怒的目光。张大户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判官一样隶属着莲花的罪状。莲花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阿牛心里又怕又急，他想大喊，说我们是清白的，可他知道没人会信。他只能一遍遍地在心里重复，舅母，你快说句话啊！你快告诉他们，我们什么都没做。就在这时，莲花突然抬起了头，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慌乱，反而带着一种冷笑。他慢慢地站起来，指着阿牛，对所有人说，你们说我勾引他，说我们有私情。好，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私情。说完，他猛地扑向阿牛，双手就去扯他的衣裳。今天我就当着全村人的面把他扒光了，让你们看个清楚。人群发出一阵惊呼。阿牛彻底懵了，他没想到舅母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他挣扎着喊着，舅母，你疯了，你别这样。可莲花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地抓着他的前襟。他的力气大得出奇，只听刺啦一声，阿牛那件本就破旧的粗布上衣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大口子。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一出好戏。他们以为会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结实的胸膛，看到一幕不知羞耻的活春宫。然而撕开的衣襟下露出的不是皮肉，而是一片泛黄的布。那布上密密麻麻地用黑线绣着字，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数字。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什么啊？莲花没有停手，他几下就撕开了阿牛整个上衣的内衬，将那块缝在里面的夹层完整地展现在众人面前。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布，那是一本账本的内页。大家看清楚了。莲花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在祠堂里炸响，这才是我们私通的秘密。他指着账本，目光如刀，直直地射向一直稳坐泰山的张大户。张大户，你不是要为我死去的当家主持公道吗？那你敢不敢看看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张大户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他那双精明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惊恐。故事要从莲花嫁到王家村之前说起。莲花本不姓莲，她姓林，叫林月娥。她的父亲是临县的一个小商人，专做药材生意。林家虽不富裕，但日子也算过得去。林月娥从小跟着父亲辨识药材，也学了些岐黄之术。变故发生在她16岁那年，县里来了一个大药商，就是王家村的张大户。张大户看上了林家的一个祖传秘方，想要强买。林父不从，张大户便设下毒计，诬告林父卖假药害人，还买通了官府，将林父屈打成招，关进了大牢。林家就此败落，林父不久便惨死在狱中。林月娥带着年幼的弟弟四处逃难，靠着给人洗衣做饭勉强糊口。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一股复仇的火。他发誓一定要找到证据，揭穿张大户的真面目，为父亲报仇。他花了几年时间，打听到张大户的老家就在王家村。他还打听到张大户每年都会回村祭祖，并在村里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他知道凭自己一个弱女子根本无法接近张大户，他需要一个身份，
一个能让他在王家村站稳脚跟的身份。于是他改名莲花，托人说媒，嫁给了王家村最老实本分的王大。王大是个好人，他虽然木讷，但心眼实诚。他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漂亮媳妇是掏心掏肺的好。莲花起初只是利用他，可天长日久，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也被王大的善良和淳朴打动了。他甚至想过，等报了仇，就和王大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然而他还是低估了张大户的狠毒。王大有个绝活，就是会修葺老宅子。张大户家的祖宅年久失修，便请了王大去修缮。就在修缮祠堂横梁的时候，王大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暗格，里面藏着一本陈年的旧账本。王大不识字，但他觉得这东西重要，就偷偷藏了起来，带回了家。他把账本交给了莲花。莲花一看，手脚冰凉。这本账本赫然记录着张大户多年来如何勾结官府、欺行霸市、草菅人命的罪证，其中就包括了陷害他父亲的那一笔。夫妻俩知道他们拿到了一个要命的东西。王大害怕了，他劝莲花把账本烧了，就当没见过，安安稳稳过日子。可莲花不同意，这是他苦等多年的机会，是他父亲沉冤得雪的唯一希望。两人为此争执了好几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谈话被隔壁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听了去。那二流子是张大户安插在村里的眼线，专门替他打探消息。二流子立刻把消息传给了张大户。张大户起了杀心。几天后，张大户借口请村里几个能干的庄稼汉吃饭，也请了王大。就在那顿饭上，王大喝下了一杯被下了毒的酒。那是一种慢性毒药，不会立刻发作，但会慢慢侵蚀人的五脏六腑，看起来就像是得了疾病。王大回到家，当晚就感觉身体不适。他知道自己可能中了招。弥留之际，他拉着莲花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嘱托。莲花，我对不住你，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那账本你一定要藏好。阿牛是个好孩子，你一定要护着他。张大户心狠手辣，他不会放过我们的。王大还告诉莲花，他把账本最关键的几页撕了下来，缝进了阿牛一件旧衣裳的夹层里。因为他知道张大户肯定会来搜查屋子，但绝对想不到会藏在一个半大小伙子的贴身衣物里。而剩下的账本，他藏在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别信任何人，尤其是那个郎中，他是张大户的人，想要报仇就要用非常的法子，要让他们都以为你是个坏女人，这样他们才不会提防你。说完最后一句，王大就咽了气。莲花趴在王大的尸身上，哭得肝肠寸断。那不是演戏，那是真的心痛。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把灾祸带给了这个善良的男人。哭过之后，他擦干眼泪，眼神变得无比坚定。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不能再是那个柔弱的林月娥，他必须变成王大口中那个坏女人。她要完成丈夫的遗愿，保护阿牛，然后复仇。于是就有了后来那一幕幕伤风败俗的表演。莲花了却了王大的后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阿牛。那天深夜，他把阿牛叫到屋里，关上门，把所有的事都和盘托出。阿牛听完，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忠厚老实的叔叔竟然是被人害死的。他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舅母竟然背负着如此深仇大恨。阿牛，莲花跪在阿牛面前，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会毁了你的名声，让你在村里抬不起头。但是这是你叔叔临死前的计策。
张大户疑心很重，如果我们规规矩矩，他反而会怀疑我们知道了什么秘密。只有我们闹出丑闻，让他觉得我们是一对被情欲冲昏了头的蠢货，他才会放松警惕，我们才能找到机会把他一击致命。你愿意帮我吗？阿牛看着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的舅母，想起了叔叔临死前那双不甘的眼睛，他的心里愤怒和悲伤交织在一起。他扶起莲花，重重地点了点头。舅母，你放心，叔叔是我的亲人，他的仇就是我的仇，别说只是毁了名声，就是要我的命，我也认了。从那天起，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戏在王家村上演了。莲花负责在明面上勾引阿牛，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制造舆论。他每一次的放荡举动都是在演给村里人看，更是演给张大户的眼线看。他要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一个水性杨花，耐不住寂寞的寡妇。而阿牛则在暗地里按照莲花的指示，寻找王大藏起来的另一部分账本，并搜集张大户新的罪证。这个过程远比想象的要艰难。阿牛要忍受所有人的白眼和唾骂，昔日一起玩大的伙伴见到他都绕着走，村里的姑娘们更是把他当成了瘟神。他成了全村的笑柄，一个和舅母不清不楚的小畜生。每天晚上他都躲在被子里，死死地咬着拳头，才不让自己哭出声。他想不通为什么做好人这么难。莲花的日子更不好过，他每天都要面对那些污言秽语，那些男人眼中不怀好意的打量，但他只能忍着，甚至要笑脸相迎，把一个不知廉耻的寡妇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利用那些私会的时间，偷偷交换情报。莲花告诉阿牛，根据王大留下的线索，剩下的账本可能藏在张大户家的某个地方。而阿牛则利用自己被全村孤立的优势，在一些没人注意的角落观察张大户的行踪。有一次，阿牛发现张大户每个月的初一和15都会一个人去村外的土地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莲花。莲花分析，那个土地庙一定有古怪。一个月圆之夜，阿牛趁着夜色偷偷潜入了土地庙。那庙很小，只有一尊泥塑的神像。阿牛敲遍了庙里的每一块砖，都没有发现异常。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他无意中碰到了神像后面的底座，那底座竟然松动了。他用力一推，底座后面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洞里放着一个油布包。阿牛打开油布包，里面正是剩下的半本账本，还有几封信，是张大户和县里一个师爷的往来书信，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合谋侵吞别人家产的计划。拿到了完整的证据，莲花和阿牛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但是怎么把证据公之于众，又怎么能确保张大户无法抵赖呢？直接告官是不行的，官府里有他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舆论，利用全村人的眼睛，让张大户在自己一手搭起来的舞台上身败名裂。于是莲花故意把事情闹得更大，逼得张大户不得不出面召开这场公审大会。他要的就是这个场面，人越多越好。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道貌岸然的乡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祠堂里，当莲花将那缝在衣襟里的账本展示出来时，张大户的脸已经没了血色。他厉声喝道：“一派胡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布，就想诬陷好人！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是不是诬陷，你心里最清楚。”莲花冷笑着，
从怀里又掏出了阿牛从土地庙里找到的另外半本账本和几封书信。张大户，这上面的字迹你不会不认得吧？这土地庙里的神仙恐怕也保佑不了你了吧？人群中那个给张大户通风报信的二流子一看到土地庙里的东西也被翻了出来，吓得两腿一软，瘫倒在地。张大户彻底慌了，他站起来，指着莲花和阿牛，声嘶力竭地喊道：“来人，把这两个疯子给我抓起来！他们偷了我的东西，还敢反咬一口，把他们抓起来！”他手下的几个家丁应声就要上前，我看谁敢动。阿牛一把将莲花护在身后，瞪着血红的眼睛，像一头被激怒的幼狮。我叔叔王大就是被他害死的，他请我叔叔喝酒，在酒里下了毒。那个郎中也是他的人，故意说我叔叔是得了疾病。这话一出，人群一片哗然。王大的死一直有人觉得蹊跷，现在被阿牛这么一喊，大家心里的疑云更重了。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张大户色厉内荏地吼道。证据？莲花的声音再次响起，证据就是你那个狗腿子郎中。我当家的死后，我留了个心眼，把他和剩下的药渣偷偷藏了起来。那药渣里有一种叫断肠草的蔓毒，这种草整个县里只有你张大户的药铺里才有，不信的话可以去他家搜。莲花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村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爹临县的临基药铺掌柜也是被他用同样的手段害死的。他侵占我家药方，谋夺我家产，害我爹惨死狱中。这本账本上都写得清清楚楚。”说着，他把账本高高举起，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村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看着眼前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和这个一直被他们误解和辱骂的少年，再看看那个已经气急败坏的张大户，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不是一出救母淫生的丑剧，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为父报仇、为父申冤的悲壮大戏。他们之前看到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场面，不过是这两个可怜人在用自己的名节和尊严做最后的抗争。打死他，打死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还王大哥一个公道。张大户，你这个杀人凶手！村民的愤怒被点燃了，他们不是傻子，只是之前被流言蒙蔽了双眼。现在真相摆在面前，那积压已久的淳朴的正义感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们不再听张大户的任何辩解，一拥而上，将他和他的几个家丁死死按住。那个通风报信的二流子和被吓破了胆的赤脚郎中也被揪了出来。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从来不会缺席。张大户的下场很惨，愤怒的村民们砸了他家，把他搜刮来的不义之财都分给了村里的穷人。然后他们用一根粗麻绳把他和他的几个帮凶捆在一起，送去了县衙。有了人证物证，再加上群情激愤，县官也不敢再包庇他，只好将他定了死罪。王家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又有些不一样了。村民们在见到莲花和阿牛时，眼神里不再是鄙夷和嘲笑，而是充满了敬佩和愧疚。李婶和张嫂这些曾经传闲话传得最凶的人，更是提着鸡蛋和布料，三番五次地登门道歉。莲花、阿牛，是我们对不住你们，我们是猪油蒙了心，才会说那些混话。莲花和阿牛都笑着原谅了他们。他们知道，村民们本性不坏，只是容易被煽动。如今真相大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祠堂里，王大的灵位被重新擦拭干净，端端正正地摆在了正中央。
莲花和阿牛一起给他上了3炷香，青烟袅袅，仿佛是王大在天之灵，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风波过后，阿牛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那个低着头走路的懦弱少年，他的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充满了自信和坚毅。经过这场生死考验，他真正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村里人都高看他一眼，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而莲花也终于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她不再需要扮演那个放荡的坏女人，她又变回了那个温柔善良的林月娥。她用张大户赔偿的钱，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小的药铺，用自己的医术为乡亲们免费看病抓药。她不再穿那些鲜艳的衣裳，总是穿着一身素净的布衣，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很多人都来给莲花提亲，其中不乏一些家境殷实的富户。他们说莲花还年轻，不该就这么守着，可莲花都一一拒绝了。也有人想给阿牛说媒，阿牛如今在村里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不少姑娘都对他芳心暗许，可阿牛也都推辞了。有人就开玩笑说，你俩不会真的处感情，要在一起过日子吧？每当这时，莲花和阿牛只是相视一笑，并不解释。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世俗的定义，他们不是情人，却有着比情人更深的默契。他们是名义上的生就，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是彼此唯一的亲人。他们一起经历了最黑暗的诋毁，也一起迎来了最光明的结局。这种用血和泪凝结而成的情感，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1年后的春天，王家那3间茅草屋被阿牛亲手翻修成了3间宽敞明亮的青瓦房。院子里，莲花种下的花草开得正艳。阿牛在田里忙活了一天，扛着锄头回家，夕阳的余晖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莲花正在院子里晾晒草药，看到阿牛回来，他笑着迎上去，递过一块干净的毛巾。累了吧？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阿牛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看着莲花在夕阳下温柔的侧脸，咧开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不累。舅母，明天我们去把叔叔的坟好好修一修吧，再给他种上2棵松树。好。莲花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光。微风拂过，院子里充满了草药和饭菜的香气。远处是村民们的欢声笑语。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他们终于过上了最平凡也最幸福的日子。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这或许就是老天爷最朴素的道理。